真正困住你的不是创伤，而是你对自己的误解。创伤不一定来自巨大的事件，有时候只是一句话、一个眼神、一个被忽略的瞬间，就悄悄在你心里留下一道看不见的痕。那道痕不会痛得让你倒下，却总在你想靠近幸福时，默默拉住你。你以为是那些过去的伤让你卡住，让你无法前进。你以为是那段关系、那个错误、那次被抛下的经验，让你不再值得被爱。但其实，真正困住你的，从来不是创伤本身，而是你在受伤后对自己的误解。你开始以为是你不够好，才会被忽略；是你太麻烦，才会被拒绝；是你太情绪化，才会让人离开。你把别人的错变成了对自己的判决，而那句无声的宣判，从此住进了你心里。我不值得，我太多了，我永远都不会被真正爱。这些误解不是事实，却像牢笼一样把你困住了。它让你在每一次新关系里自我怀疑，让你在每一次成功前自我设限，让你在人群里看似开朗，却总觉得自己是多余的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修正自己来配合谁的期待，你需要的是松开那些对自己的误解。那些误解不是你主动选择的，它们是在你最脆弱、最没有保护的时候被灌输进来的信念。但现在你有选择权，你可以选择重新理解那时候的自己，那个努力讨好只为了一点关注的你，那个明明很委屈却还装作坚强的你，那个渴望被抱紧却又假装不需要的你。你不是坏掉了，也不是爱太多了，你只是误会了自己太久。你一直以为自己不值得，但其实你只是还没遇到能真正看见你的人。而在那之前，最需要看见你的就是你自己。请你告诉自己，我不是创伤，我不是那些错误的延伸，我不是那句被说出口的否定，我是一直在努力活着的灵魂。即使受过伤，也还渴望爱，渴望被理解，渴望回到自己。当你开始松开对自己的误解，你的能量会慢慢清晰起来，你会开始吸引来那些不用你伪装就愿意留下来的人。你会发现，原来一直以来不是你不够好，而是你带着一个错误的信念在面对世界。吸引力法则从来不是让你成为别人会爱的样子，它是让你回到自己原本的频率，那个从来就值得爱的你。你不需要靠表现来换爱，不需要讨好来留住谁，你只需要诚实的活着，不再为过去的伤惩罚自己。真正的自由是当你看见自己的真实，然后说一句，原来我一直都很好，只是误会了太久。现在你可以选择回来了，不是回到过去，而是回到你真正的样子。温柔、勇敢、细腻、有深度的你，让这个世界看见不再被误解的你，让你自己看见不再困在过去的你。那些你以为的缺陷，其实是灵魂在呼救。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哪里总是不够好？不够外向，不够坚定，不够果断，不够完美？仿佛你与世界的关系永远建立在要先修正什么才有资格被爱。你开始用力掩饰那些你认为的缺陷，太情绪化就学着冷静，太敏感就学着封闭，太多想法就学着沉默。你以为那是自我成长，其实那是你默默遗弃了灵魂最需要的部分。那些你费尽心力压下去的，其实不是错，不是缺点，不是要被修掉的部分，它们是灵魂在用力地说，我在这里，我还活着。你觉得自己太敏感，但那是你有一颗能感知他人情绪的心。你觉得自己太情绪化，但那是你内在正在努力与自己对话，
只是你没听懂他的语言。每一个你视为需要被修理的地方，其实都藏着你内在最深的渴望，那种想被看见、想被理解、想被允许真实存在的渴望。它不会消失，它只会在你越否定它的时候，越剧烈的反弹。所以你会情绪失控，你会突然崩溃，你会开始怀疑人生，你会以为自己有问题，但你真正有的是还没被接住的痛。那不是缺陷，那是灵魂在呼救。他在说，你可以不要再忽略我了吗？吸引力法则的能量就是你和自己之间的关系。你越是否定某一部分自己，宇宙也就越无法完整的回应你。因为你自己都不相信这样的你值得拥有，值得被爱。真正的显化不是从改变开始，而是从认出那份原来我已经很好了开始。你不需要把自己修成另一个样子，你只需要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不敢接纳这样的我？当你学会抱着那些被你误会为缺陷的自己，你就会发现，他们不是让你失去爱的原因，他们是你与真实连结的入口。灵魂不会喊救命，它只会用你以为的问题提醒你，你太久没好好照顾自己了，你太久没回头问我真正想要什么。所以那些不安，那些反复出现的挫败，其实是灵魂在敲门，想带你回家，不是回到过去，是回到你心里那个最真、最纯、最完整的你。请你别再用世俗的眼光评价自己，你不是需要变得更像别人，你只需要更靠近自己。当你愿意这样做，你的频率会改变，你的世界会开始变得柔软。那些你努力吸引却得不到的东西，会因为你终于认可了自己而自然靠近。从今天起，请不要再称呼自己的灵魂为缺陷，请你换一个方式看见他的勇敢，他的细腻，他的声音。他不需要被关掉，他需要被听见。而你就是那个最该回头拥抱自己的人。真正让你痛的是对自己的责备，而不是过去。有些痛不是因为事情真的多严重，而是你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了太多遍，我不该那样。你一边努力向前走，一边还背着自己丢不掉的责怪与懊悔。不是因为你放不下别人，而是你放不下自己。你怪自己太相信，太冲动，太软弱，太迟钝。你怪自己没有早点离开，或没有好好留下。你甚至怪自己会受伤，仿佛那都是你的错。但亲爱的，真正让你痛的，从来不是那些过去的事件，而是你对自己说，你怎么那么笨，那么没用，那么不值得。那些语气，那些评价，那些语言，你说了无数次，直到自己也开始相信。也许我真的就是那样不够好。你以为痛的是别人对你的伤，但其实更深的伤是你对自己失去了慈悲。你忘了当时的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了那些选择，你忘了那时候的你其实已经尽力了。没有人在崩溃的时候还能看清所有细节，没有人在害怕的时候还能完美应对每个选项，但你却用现在的自己回头责怪那个正在水里挣扎的自己。这不是清醒，这是残忍。你不是该被责备，你是该被拥抱。真正的疗愈不是要你忘记过去，而是你能对那个受过伤的自己说一句，谢谢你，那时候还愿意相信，愿意付出，愿意走过那些不确定。你不需要再惩罚自己，那些你以为的错误是当时你能做出的最好选择。你不是全知的神，你是有情绪，有恐惧，有挣扎的灵魂。而你正在学习怎么原谅自己不是完美的，学习怎么在懊悔中练习温柔，学习怎么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少一点指责，
多一点理解。吸引力法则从不要求你没有过去，它只回应你此刻对自己的频率。如果你仍对自己批判，你就会吸引来更多批判、更多怀疑、更多停滞。但如果你开始用慈悲看待自己，宇宙也会用同样的能量温柔回应你。你会开始发现，原来不是世界太残酷，是你对自己太严苛。你可以选择从今天起放下那把责怪自己的剑。你可以不再每次回想过去就翻出一张张自责的清单。你可以说，我那时候只是需要爱，而我现在愿意给自己。这才是真正的自由，不是改写过去，而是不再用过去来伤害现在的你。不是否定曾经，而是给当时的你一个新的眼光。请你给自己一个拥抱，不是因为你完美无缺，而是因为你愿意走过一切，还在这里，还在爱，还在学习，还在成长。这样的你值得被原谅，而那份原谅最重要的不是来自别人，是你愿不愿意停止责备，开始接纳。但越是压抑，伤口越深。你越是讨厌自己，心里那个渴望被理解的部分就越无助。你不是太差，你只是太久没被好好拥抱。而这份拥抱不是来自谁，而是来自你。来自你愿不愿意停下来，不再骂自己，不再惩罚自己。请你想象一下，那个在角落哭泣，被你忽略很久的自己，一直在等你回头看他一眼，然后说，对不起，我让你一个人承受太久了。你不需要完美才能爱自己，你不需要等到变得更好才能被自己接受，你只需要一个转念。这不是缺陷，是我没来得及照顾的地方。当你开始这样看自己，你的内在会开始变得柔软。你不再用应该来打压情绪，你不再急着逃避，而是选择靠近。靠近那些让你羞愧的习惯，靠近那些你想藏起来的脆弱，靠近那些你以为会让人离开你的自己。你会发现，这些部分从来不需要被改掉，它们只需要被理解。吸引力法则也会随之改变。当你越能接受自己完整的样貌，宇宙也越会回应你一份无条件的爱。因为你不再对抗自己，你的能量开始变得真实、流动、温柔。你会吸引来愿意看见你的人，愿意陪你穿越黑暗的人，而不是只在你表现得很好时才愿意靠近的人。疗愈的第一步从来不是修复，而是承认，我不完美，但我依然值得被好好看见。你越是愿意拥抱那些你讨厌的自己，你就越接近真正的自己。不是别人眼中的你，不是社会标准里的你，而是那个曾经受过伤却依然愿意爱的你。他还在那里等你，等你回头，等你说一句，我不会再丢下你了。你不是没救了，而是开始需要真实的被爱。有些时候，你真的觉得自己是不是坏掉了？怎么努力都没什么改变，怎么表现都还是不够。你看着自己的人生一点一点失去方向，不是你不想好起来，是你真的累了。你曾经相信努力可以改变一切，所以你撑着，咬牙，笑着说没事，一边过日子，一边在心里默默祈祷，有没有人能懂你？可是时间久了，你开始觉得好像没人真的看见你。不论你多努力，都还是有人离开，不在乎，不理解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根本不值得爱？是不是我真的没救了？但亲爱的，你不是没救了，你只是开始无法再接受那种表面式的关心和带条件的爱。你不是坏掉了，你只是灵魂在喊话，我需要被真实的爱一次。不是那种只在你表现得好的时候才靠近的爱，不是那种你要先懂事，先让步，先撑住，
才配得起的爱，而是那种你崩溃了也没关系，你软弱了也没关系，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还是值得被抱紧的那种爱。你不是太需要爱，你只是太久没有遇到能真正接住你的那个人，包括你自己。你太习惯伪装，太习惯在情绪来袭时默默躲起来，太习惯在快崩溃的时候还笑着说我真的没事，但心里其实只想要一句我懂你。那些你以为的不被爱，其实是你开始分辨得出什么才是真实。你开始不能接受那些只是应付的陪伴，你开始拒绝那些让你觉得更孤单的关系，你开始慢慢远离那些让你怀疑自己的存在。这不是你变得难相处了，这是你变得更真了。你开始回到自己的心里问，我真正渴望的是什么？你开始懂得，真正的爱不会要求你牺牲自己，真正的靠近是不需要你先证明什么。吸引力法则的转变就从这里开始。当你越诚实地对自己说出我想要的爱是什么，宇宙就越会帮你剥掉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。有时候你会觉得被推入深渊，但那只是你旧有的世界正在瓦解，真正属于你的爱才有空间靠近。你不是没救了，你只是灵魂太久没被好好对待，你只是内在终于说出我不要再假装我很好了。这不是放弃，这是诚实，这是你真正的复原起点。请你允许自己在还没好起来的时候就被接纳，请你允许自己不是靠完美，而是靠真实活下去。当你愿意这样看待自己，你会开始吸引来那些看得懂你的人。你会发现，有些人爱的不是你扮演得多好，而是你不再扮演的样子。那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关系，不是吗？不用怕哭，不用怕乱，不用怕崩溃，因为你知道，你的存在就是值得的。你不是没救了，你只是开始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爱，而你值得那样的爱。从自己开始，你不是不值得爱，只是忘了怎么爱自己。你有没有曾经这样想过？是不是我不够好，所以才没有人真正爱我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，所以每一段关系都这么短暂，这么空虚？你不敢说出口，但你知道，有个念头一直藏在你心底很深的地方。他轻轻地却顽固地说，我是不是其实没那么值得被爱？你试着讨好、牺牲、懂事、退让，你一次次地证明自己很好，很努力，很能付出，可是换来的常常是失望。所以你慢慢怀疑，是不是自己真的有问题？是不是世界的回应其实在告诉你，你根本不配得到什么深刻的爱？但亲爱的，你不是不值得爱，你只是忘了怎么爱自己。不是你缺少了什么，而是你太久没给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。你想要的不是肯定，而是理解。你渴望的不是夸奖，而是被看见。你真正缺的不是爱，而是爱自己的方法。你以为爱是努力换来的，以为只要做得够好，就可以被谁留下来。但那不是爱，那是交易。真正的爱是当你不努力的时候，还愿意陪着你的人。是你累了、哭了、退缩了，还能抱抱自己的那种温柔。可是你不曾学会这样对自己。你太习惯要求自己完美，太习惯把感觉藏起来，太习惯撑过所有痛，只为了不让人失望。你忘了，自己也需要被疼惜。爱自己，不是买礼物、做保养、说几句正能量的话。爱自己，是在你最不想面对自己的时候，仍然愿意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我在。是在你觉得自己很糟、很不值得的时候，不责备、不批判，
只是轻轻地陪伴自己。你之所以总觉得爱来来去去，抓不住，是因为你一直在对外寻找一份其实应该从内在开始的东西。你希望别人懂你，可你自己从未好好听自己说话。你希望别人接住你，可你自己从未真正伸出手。吸引力法则的本质是你内在的频率决定了你吸引什么样的关系。你越是觉得自己不值得，你就越会吸引来那些无法真正珍惜你的人。但当你开始认真学习怎么爱自己，从理解，从接纳，从温柔出发，你的频率会改变，世界对你的回应也会不一样。你会遇见那样的人，他不会因为你不完美就走开，也不会让你一再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他会静静地坐在你身边，说：“我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很好。”而这样的爱，从你自己开始给自己那一刻，就会靠近了。你不是不值得爱，你只是把爱错放在别人身上太久，忘了真正该给的那个人其实是你自己。现在你可以慢慢学，慢慢回来，问问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然后不急着满足别人，而是先接住自己。你不需要再讨好，不需要再假装坚强，你只需要一点诚实，一点勇气。开始练习在日常里好好爱自己一点点，你会发现，你其实从来没那么难被爱，只是那份爱一直没走对方向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